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先生。8月12号，悉尼先驱晨报发表了一篇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专访报道。岸信夫呢，就印太地区正在恶化的安全形势，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最为强硬的言论。他承认，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已明显转变，在台海地区军事博弈的天平已严重向中方倾斜。岸信夫在采访中警告称，中国正试图通过武力改变印太地区现状，并呼吁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采取行动，特别是澳方要带头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，以确保中国占据主导优势的情况不会出现。他还宣称，台海地区的安全非常重要，不仅影响到日本，也影响到世界。那么在印太四方机制国家之中呢，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一个反华急先锋，而日本呢，则是一肚子坏水的那一个。日本正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，甚至呢想鼓动美军直接介入台海，让中美在台海冲突中两败俱伤，而自己呢则可以在后面坐收渔利。那么这次日本防卫相传给澳大利亚的信息，恐怕有两层含义。第一呢，是希望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能够发挥所谓的领导作用，抵抗中国的一带一路。第二呢，是希望该国能够积极的介入台海事务，确保中国大陆占优势的情况不会出现。憋着一肚子坏水的日本，原本呢想把美国推向对抗中国的第一线，但是毕竟自己只是美国的一条狗。岸信夫最近呢，甚至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立场退步，甚至否定了日本自卫队与台军发生正式关系的可能。他的这个所谓的立场转变，有可能是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敲打才做出的。日本现在呢，又想把澳大利亚推向反华第一线，让澳方成为中国杀鸡儆猴里的那只鸡。日本政府最近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和言论，多次遭到中国外交部的敲打。当然，美国政府在暗地里呢，可能也对日本做了敲打。因此呢，他现在又把目光转向了澳大利亚，企图呢把澳大利亚推上反华的前台。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官方关系现在可以说已经中断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双方的经贸联系依然还算紧密。那么日本鼓动澳大利亚继续反华，甚至要对抗“一带一路”战略。那么受损的最终不是日本，而是澳大利亚。那么如果澳大利亚听了日本的意见，加强反华的动作，那么最后获益的是日本，而不是澳大利亚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日本坏，澳大利亚蠢，而且蠢得厉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如果继续受到日本的挑唆，加大反华的力度，那么最终没有好果子吃的是谁？应该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对此呢，我们奉劝澳大利亚政府的某些人好好动脑子想一想其后果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